同样头饰繁琐，把赵露思和杨紫等人放一起看，女星审美差距出来了。古装剧市场中，演员选择和造型呈现备受关注。刘诗诗在《一念关山》中的惊艳表现，陈都灵的华丽造型，以及赵露思在《神隐》中的红衣妆造都备受好评。然而，也有演员因造型和形象呈现引发争议。古装剧在品质上趋同，女性角色的妆容和造型难以避免出现相似现象。在比较中，5位女星的造型各有特色，难以抉择谁的红妆最为出彩。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有用。在今年的古装剧市场中，尽管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但从演员的选择上来看，似乎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念关山这部作品自播出以来，热度与口碑均持续高涨，堪称当下的大热之作。刘诗诗在剧中的表现无疑是令人惊艳的，她的美丽足以倾倒众生，犹如古代的倾国倾城之姿。然而，尽管剧情和主演的表现都备受好评，但刘宇宁的扮相却让观众有些难以带入角色。在《未有暗香来》这部作品中，男女主角的颜值都经受住了观众的考验，然而相比之下，女配角的外貌却未能超越剧中扮演丫鬟的演员，显得有些逊色。《宁安如梦》中的角色形象引发争议，女主角缺乏少女感，显得过于成熟老气，而男主角的嘴巴突出，脸部歪斜，与古装剧中通常所见的英俊神颜相去甚远。这样的形象呈现与观众的期待相差较大，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和讨论。暑期档电视剧《长相思》中，谭健次和邓卫所饰演的男性配角，其外貌吸引力甚至超越了主角张晚意，甚至与女主角杨紫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神隐》中，赵露思的表演被评价为平稳无奇，而王安宇在古装装扮下，面容仿佛被特殊效果所加持，引人注目。古装剧的吸引力常常聚焦在女性角色的表现上，借由精致的服装、化妆与道具的装点，普通女性角色很难在这样的包装下出现。尽管国产古装剧的数量日益增多，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在品质上的趋同，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妆容和造型，很难避免会出现相似的现象。在审视今年上映的几部国产古装剧时，不难发现，他们的头饰设计有着相似之处，仿佛是从一个模板上复制下来的。尽管这些头饰的设计都很繁琐，但是当我们将赵露思和杨紫等女星放在一起比较时，她们之间的审美差异便一目了然。在《一念关山》中，刘诗诗的登场形象无疑令人叹为观止，她所诠释的迷人白雀角色，以及那舞女的装扮，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使人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深深的同情与怜爱。红金交织的秀发装饰，金色发饰与鲜艳红发带的完美搭配，犹如烈火中的金辉，熠熠生辉。在明亮的面部轮廓中，精心点缀的花钿犹如画龙点睛，为整体增添了一抹惊艳的光彩，令人赞叹不已。在没有其他女星的妆造作为参照时，刘诗诗的这套造型堪称完美，足以被尊为经典。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妆造与她相似的女演员时，便可以明显察觉到刘诗诗因脸型瘦削、骨骼分明而带来的独特气质。尽管她完美地诠释了女杀手的形象，那份冷峻与刚毅使得她的美丽多了几分硬朗。刘诗诗的面容本已美丽动人，然而太阳穴的凹陷却为她的美丽带来了一丝遗憾。尽管叶青在这部剧中的亮相时间有限，主要集中于前期的剧情与刘诗诗的对手戏，但凭借两人多次的默契配合以及叶青独特的外貌特征，她成功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叶青所饰演的玲珑和刘诗诗所饰演的任如意最初在朱一卫组织中均以白雀的身份亮相，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均扮演舞女的角色。
因此，从化妆到发型设计，两者均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甚至连花店这种细节也如出一辙，仿佛是直接从一人身上复制粘贴到了另一人身上。尽管刘诗诗的气质令人惊艳，但相比之下，叶青穿上这套造型却显得较为朴素，甚至流露出些许的乡土气息。她的嘴唇过于纤薄，眼神也缺乏神采，这些特点使得她更像是一个婢女，缺乏刘诗诗身上那种大女主的尊贵和气质。刘诗诗的清冷气质与这套造型相得益彰，使她显得愈发高贵典雅。然而，当这套造型应用于叶青身上时，却似乎有些不太相称，仿佛无法完全展现出其魅力。陈都灵以其精湛的演技，在各种古装剧照中表现出色，而在《一念关山》中，她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诠释了一位皇后的形象。由于该角色的设定，她的造型更显华丽，令人眼前一亮。在发间，各式各样的金钗交织出繁复的图案，与此同时，璀璨夺目的宝石也被巧妙地镶嵌其中，为整体增添了几分奢华的气息，使人一眼便能感受到其非凡的尊贵。陈都灵拥有一张典型的鹅蛋脸型，其面部轮廓柔和流畅，这使得她的气质并不如刘诗诗那般锐利，反而流露出一种温婉之感，宛如国泰民安的象征，令人感到舒适与安心。虽然陈都灵在容貌上存在着一些小瑕疵，使得她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她的上眼皮略显松弛，给人一种略显疲惫的感觉，使得她的精神状态显得不够饱满。尤其是在面无表情的时候，这种疲惫感更加明显，甚至让人感觉到她的年龄比实际要大一些。但尽管如此，陈都灵依然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性。尽管陈都灵以其小家碧玉的风格著称，但她尝试演绎气场强大的皇后角色时，仍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她努力通过演技来弥补这种风格差异，但观众仍然能感受到一丝不自然，这也使得原本复杂的头饰更显累赘。在《长相思》这部作品里，杨紫所饰演的角色的出场装扮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身着华丽繁复的服饰，每一步走来都显得雍容华贵。不仅如此，发饰与妆容的精致也展现出了杨紫所饰演的角色的气质与风采，使得这一场景成为了整部剧集中难以忘怀的一幕。暂且不论这套服饰如何凸显杨紫的身材轮廓，缺乏修饰的效果，只需观察其大面积的腮红以及比花钿更显浓重的唇色，足以让人觉得杨紫瞬间苍老了10岁。尽管杨紫同样拥有鹅蛋脸型，但与陈都灵相比，她的五官更显得粗犷，少了那份精致的秀气。此外，杨紫的法令纹明显，苹果肌显得僵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面部的不自然感。杨紫的气质与繁复的头饰并不相称，反而使整体造型显得不协调。相比之下，她在剧中女扮男装的形象更加自然和舒适。神隐播出后，有些观众对赵露思在剧中的形象气质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赵露思无法胜任女主角的角色，颜值也不够出众。客观的评价，赵露思在剧中的部分造型确实显得平淡无奇，未能充分凸显出她的个人魅力。然而，当她以红衣造型亮相时，其惊艳程度甚至超过了剧中被誉为3届第1美人的曹斐然，她的美丽迅速成为了网络上的热议焦点。赵露思的圆脸在中分发型的映衬下，显得尤为亲切和熟悉。不同于其他女明星常常需要通过露出整个额头来展现复杂的头饰，赵露思巧妙地运用了刘海对脸型的修饰作用，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发型设计不仅展现了她的独特魅力，更让她的圆脸更加立体动人。除了之前所提及的这套造型，赵露思在剧中还有一套红色装扮，这套服装的头饰设计显得更为繁琐，
衣服的制作也显得相当精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赵露思的发型在额前部分没有发生变化，但这样的设计手法在细节上保持一致性，而在整体上寻求创新与变化，使得每次亮相都充满了新鲜感，并不会让观众觉得单调乏味。在描绘与挚爱共度人生的美好瞬间时，赵露思不再拥有披肩长发的婉约，而是将所有秀发精心梳理成发髻，熠熠生辉。尽管她的头饰由金色转变为红色，但脸庞两侧留存的胎毛刘海却为她增添了几分俏皮与灵动，使她在这个重要时刻更加光彩照人。神隐中的赵露思，只要她换上那身鲜艳的红衣，即刻便能倾倒众生，艳压群芳。即便头饰繁复，也不会掩盖她的光彩，反而更加凸显出她的独特魅力。这无疑是赵露思的灵魂妆造，完美地展现了她的风采。过去的古装剧中，赵露思亦有不少穿着红装的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一剧中，以一身红衣惊艳亮相，策马奔腾的画面令人心动不已，也为她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关注。在《星汉灿烂》一剧中，袅袅身着一袭红衣，站在雨灵不移的大婚前夜，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场，仿佛在一瞬间得到了升华，犹如一位真正的女主角。她的坚定与执着，为爱情勇敢拼搏的决然态度，都通过这身红衣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那种为爱而生、为情而战的破碎感呼之欲出。赵露思在多部剧中的造型都令人惊艳，例如在《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中饰演的桑琪，以及在《且试天下》中饰演的白凤熙。她们身着红衣，佩戴繁复的头饰，令人一见倾心。而在最新的剧集《神隐》中，赵露思再次以红衣造型亮相，无疑再次证明了她在红衣妆造领域的绝对统治力。无论是桑琪还是白凤熙，亦或是神隐中的角色，赵露思都凭借她的出色演绎和迷人造型，让观众为之倾倒。